All on X 的内容我们稍后再讨论。现在我认为更合适的是多分享一些想法，重点谈一谈充值体辅助客债举步一迟。归根结底，在下颌后牙龋骨吸收非常严重的情况下，充值体只能防止在前牙区，因此充值体辅助客债举步一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选择。换句话说，仅在前牙去植入充值体，而不在后牙去植入充值体来进行 All on X 治疗，会形成过长的悬臂结构，从而降低治疗的稳定性。这是我们在牙学院学习过的确牙分类系统，结构非常简单。如果双侧后牙区确实，则归类为 I 类；如果前牙区确实，则为 IV 类；如果仅有一侧后牙区确实，则为 T 类或 XI 类；若存在后牙质胎，则为 XI 类。V 类和4类是从 TG 类衍生出的细分类型。V 类包括设计前牙区的缺牙情况，而 PC 类则仅限于后牙区缺牙。总结来说，当今存在一侧后牙确实时，分类为 T 类或 T 类。如果至少存在一个后牙质胎牙，则为 TG 类；如果没有任何后牙质胎牙，则为 T 类。在实际临床中，只要理解 I 类到 IV 类就已经足够。其余的分类在我看来逻辑性并不强。不过呢，在分析局部缺牙时 ，Kennedy 分类呢几乎是唯一可用的分类系统。因此，在设计局部义齿时，我们经常使用这一分类。我们一直以来这一分类系统，局部缺牙的充值治疗同样可以使用 Kennedy 分类进行分析。一旦患者进入完全无牙状态 ，Kennedy 分类呢便不再挂用，治疗思路将转向 All on X 或充值体辅助客在局部义齿。因此，只要清楚理解 I 类到 IV 类即可。那两个便宜分类并不需要过多关注。归根结底，在客债义齿或充值治疗中，最重要的是分析并诊断骨量、骨质以及解剖形态。牙齿的存在以及颌骨的生长发育决定了解剖性骨结构。当发生牙周疾病时，牙槽骨会发生吸收，但颌骨的基底骨仍能保持其形态。也就是说，牙齿一旦确实，骨组织也会随之丧失。如果在牙槽骨吸收的过程中置入充值体，就必须分析残存牙槽骨与基底骨的解剖形态，并根据剩余骨量和骨质来规划充值体的位置。在此基础上，制定充值体辅助客债局不义齿或全口义齿的治疗计划。我们必须能够理解这一整个过程。这一分类展示了牙齿确实后骨量持续减少的过程。如您所见，牙齿周围的骨液只吸收到牙根尖水平。然而，牙根以下的骨并不容易发生吸收。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这是由于牙槽骨与基底骨之间的差异。总结来说呢，牙槽骨只在牙齿存在时才会存在。换句话说，一旦牙齿确实，牙槽骨就会发生吸收。根据我长期的充值治疗经验，在大多数情况下，垂直方向仍可保留至少6.7mm的骨量，但如果是用客债义齿，骨吸收会更加明显。由于义齿的压力和活动性，客债义齿会进一步促进骨吸收。在未使用客债义齿的病例中，几乎都可以进行充值治疗。这是基于我个人的临床经验。因此，当发生严重骨吸收时，无论是客债义齿还是充值治疗，都会变得更加困难。当前牙确实是骨吸收会以这种方式发生。如果要制作螺丝固定是充值修复体，充值体应当如何植入呢？在骨吸收已经非常严重的情况下，很难按照螺丝固定修复体的要求来置入充值体，实际上几乎不可行。如果按照参与骨的解剖结构来置入充值体，就很可能需要使用带角度的成品基态或定制基态，并通过基态螺丝连接，最终采用粘结式修复体。当然，也可以通过带角度的多弹微基态来制作螺丝固定式修复体。另外呢，当使用开放式台贝斯基台时，也可以通过倾斜螺丝通道，使用角度螺丝到固定基台螺丝，从而制作螺丝固定式充值修复体。我之所以讨论这些，是因为 All on X 修复体选择螺丝固定还是粘结固定，取决于充值体置入的位置和角度。在充值全口修复的早期阶段，大多数修复体都是螺丝固定的，完全由骨支持的修复体。在临床上，与充肢体层级制作螺丝固定修复体也是可行的。当然，前提是必须精确控制充值体的位置和角度，
以便正确控制螺丝孔的位置。在某些病例中，会在充质体层级制作金属框架，从而形成完全骨支持的修复体。在该患者中，前弯牙和磨牙区使用了金属覆盖，而前牙区则使用了次牙。在实际临床中，最简单的 All-on-X 型是10年节固定式修复体，类似于使用预备基台进行的全口修复。也就是说，使用具有稳固、可靠基台连接结构的充质系统，采用粘结式修复体来完成 All-on-X 治疗更为理想，尤其是在口内先将基台与充质体连接，再通过直接去魔法制作最终修复体，可以消除充质部件之间的连接误差。最终，通过将预备好的成品基台或定制基台直接连接到充质体上，并采用直接去魔法制作工作模型，就能够获得精确的修复效果。这一流程本质上与天然牙的全口修复是相同的。如有需要，也可以尽在后牙区采用 SCRP 概念来制作充质修复体。当然，也可以通过带角度的多单位基台或带角度螺丝通道的 tie base 或定制基台来制作螺丝固定修复体。从技术层面来说，这是可行的。但是，由于固有的生物力学限制，采用粘结固定式充质修复体进行 All-on-X 治疗，或是用充质体辅助客载局部移植，更有利于长期维持治疗效果。为了消除充质部件之间的连接误差，并通过直接去魔法为 All-on-X 或充质体辅助客载局部移植制作基台，基台与充质体的连接设计至关重要。也就是说，应根据参与骨的解剖形态植入充质体，连接相应的基台，并采用粘结式充质修复制冷。在使用粘结固定式充质修复体时，人们总是担心基台螺丝松动的问题。再次强调，如果没有采用锁定锥毒 （locking taper） 的基台连接结构，粘结固定式充质修复体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。在使用 Morse taper 螺丝固定式充质系统时，螺丝松动往往在约5年后开始出现。以我的经验来看， Morse taper 螺丝固定系统的稳定期大约为5年。大约5年之后，基台螺丝往往开始松动。当然，在某些情况下，螺丝松动也可能更早发生。这时就需要重新拧进螺丝，而这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。正因为基台螺丝松动是一个关键问题，临床上常常选择螺丝固定式修复体，以便反复拧进松动的螺丝。然而，在螺丝逐渐松动的过程中，充质体周围炎往往会发生。一旦螺丝松动，往往会引发一系列并发症，这会直接导致基台螺丝断裂，也可能导致充质体或基台本身发生断裂。要制作螺丝固定式充质修复体，必须在侧侧形成螺丝通道。从美学角度来看，前牙区不可能在唇侧设置螺丝孔，但在很多情况下，无法将充质体植入到是螺丝孔，自然出现在舌侧的位置。根据牙齿缺失后的骨吸收模式，往往无法做到这一点。不过在下颌中，相对更容易将充质体指向舌侧，但在下颌，充质初期失败的风险也相对更高。在拔牙后即可重置或植入拔牙窝时，充质体角度往往会偏向唇侧，这可能穿破下颌的舌侧骨板，从而增加重置失败的风险。然而，trying All-on-X 的患者通常已经存在明显的牙槽骨吸收，因此，当按照参与骨的形态置入充质体时，螺丝孔自然出现在舌侧就成为可能。但当牙槽骨完全吸收后，钻孔过程中可能发生骨过热或舌侧骨板穿孔，对吧？在这种情况下，植入充质体的长周往往会偏向舌侧，这反而是螺丝固定使修复体更容易制作。这也是为什么 All-on-X 最常被推荐用于下颌。上颌通常可以通过刻在全口以次实现功能恢复。上颌骨与下颌骨是不同的，上颌骨通过摸内成骨形成，而下颌骨则通过软骨内成骨形成。这意味着上颌骨的骨质弱于下颌骨，因此与下颌 All-on-X 相比，上颌 All-on-X 的骨支持更弱。此外，根据上颌 All-on-X 与下颌 All-on-X 的覆盖关系，会形成不同的负荷与覆盖。当负荷增加，覆盖减小时，侧向力会增加，从而使上颌 All-on-X 承受过大的咬合负荷。归根结底，由于下颌难以获得足够的舌侧空间，并制作稳定的全口义齿，
因此 All on X 更具优势。此外，更倾向于在下颌而非上颌进行 All on X 的另一个原因在于骨吸收模式。牙齿缺失后，上颌牙弓趋于变窄，而下颌牙弓则趋于变宽。因此，在变窄的上颌进行 All on X 时，往往需要覆盖下颌的 All on X， 从而形成悬臂结构。随着骨吸收的进展，这些悬臂会进一步加长。也就是说，随着上下颌牙弓尺寸差异的增大，悬臂变得更长，上颌 All on X 的失败风险也随之增加。因此，需要减少负颌，以尽量缩短悬臂长度。这也是为什么 All on X 的片心引导是基于完全平衡药盒来设计的。即使在上颌使用刻在全口义齿的病例中，也会将药盒调整为完全平衡药盒，以确保药盒稳定性。当然，在最大牙间交错位时，通过后牙的保持监护，所以肌前牙的均匀接触来获得稳定接触。我也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过这个问题。当两个强硬的物体相互碰撞时，反复的冲击最终会导致其中一方断裂。但如果一方较弱，会发生什么呢？冲击力并不会无限制的持续增加。为什么？因为功能会根据较弱的一方进行调整。当上下颌都采用固定修复体时，药盒里会持续增加。这就是重置药盒中的生物动力学概念。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。当修复提纲带入时，初始聚焦力假设为1，随着患者逐渐适应新的修复体，药盒里会不断增加。在某些情况下，药盒里甚至会增加到原来的3到4倍。这也是为什么重置修复在最初1到2年内通常较为稳定，但在4到5年之后，药盒里和药盒负荷会显著增加。结果是，重置体机器周围组织会出现机械性和生物力学问题。当在上颌或下颌使用刻在义齿时，药盒里最初会增加，但最终会进入平台期。您想一想，如果药盒里持续增加，刻在义齿会刺激软组织冰，引起疼痛，患者就会因义齿支持阻止疼痛而前来纠正。这是我其实已经知道原因了。我会告诉他们，可能是尝试具较过硬的食物，或者义齿使用过度。因为刻在义齿患者常常会在不同部位出现疼痛不挂，这并不是因为义齿不合适，他们可能已经多年无问题地使用钙义齿。这是我会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他们解释牙科药盒的生物动力学。例如，我会说明刻在义齿能够承受的力量是有功能上限的，聚焦必须控制在这一范围内。我会安慰他们，我会调整任何过高的药盒，但同时强调不要超过刻在义齿的支持极限。我通常就是这样解释的。因此，当一侧牙弓采用 All on X， 而对侧使用刻在义齿时，药盒里可能会超过软组织所能承受的范围。那么问题就不可避免的会发生在刻在义的一侧，对吧？不过，上颌 All on X， 下颌刻在义齿的病例相对较少，确实存在，但并不常见。通常是在下颌进行 All on X 重植，而上颌使用刻在义齿。但如果上下颌都采用固定修复体，会发生什么呢？药盒里会增加到什么程度？具有磨牙症、禁药等副功能习惯，或天生聚焦力很强的患者，会持续聚焦，直到骨吸收或重置体发生断裂着。难道只有我这么认为吗？最终，药盒负荷超过重置体的支持能力，重置体周围骨背破皮，固定螺丝松动，最终导致重置体断裂。他们就是这样再回来找我们的。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，而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，患者在经济上能够承担的重置体数量是有限的。假设他们的预算可以做10颗重置体，不，我们就说8颗，8颗重置体，那该怎么用？用这8颗，是在上颌放4颗，下颌放4颗，然后上下颌都做 All on X 吗？上下颌都做 All on 4？ 那简直是自杀式质了。但我们却经常看到这种情况。在 YouTube 或各种讲座中，经常可以看到宣称上下颌膈用4颗重置体完成 All on X 的病例。我一直想弄清楚，为什么这种荒谬的治疗方案会流行起来。在很多情况下，推演 All on X 得诊所与义齿加工所是联合运作的。修复体加工费用往往占整个重置治疗费用的近一半。患者支付的重置治疗费用中，往往有30% 以上用于修复体制作，他们打着新技术的名义收取高额费用。因此，
重置公司合计共识似乎在同时误导患者和临床医生去推崇 All on X 和 All on C。他们宣称使用更少的重置体可以让修复更简单，甚至荒谬地认为在减少重置体数量的同时提高收费，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。这种逻辑完全站不住脚，而且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治疗方案。当然，在肌肉萎缩的高龄患者中 All on 4在某些情况下或许可行，但在健康患者中往往会出现最糟糕的结果。口内扫描设备公司也在积极推演 All on X， 他们宣传呢可以通过口内扫描轻松制作重置修复体，只强调包括无模型技术在内的新技术优势，声称一切都可以又快又简单地完成。但现实并非如此，为了确保修复精度和验证，仍然需要制作工作模型，而在口内扫描的情况下还必须接着 3D 打印呢。最终这会使治疗的精确性和稳定性无法得到保证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会怎么做呢？如何才能确保重置治疗的长期成功？我会在下颌置入重置体，而在上颌使用刻摘义齿。当上颌使用刻摘义齿时， All on X 治疗的效果可以维持患者的一生。事实上，我的许多 All on X 患者已经不再复诊，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去世了。他们一直使用修复体，直到生命的最后。您明白我的意思吧？如果上颌采用刻摘义齿，下颌 All on X， 无论是 All on 4还是 All on 6都是可以接受的。如果聚焦肌萎缩导致聚焦力下降，那就更理想了。不过呢，最低推荐的重置体数量是8颗。理想情况下，下颌应置入8颗、10颗，甚至12到14颗重置体。在下颌完成完整的重置全口修复会更好。在上颌使用刻摘义齿的情况下，我认为患者可以在余生中同时使用重置体和刻摘义齿，而不会出现严重问题。我确实无法理解为什么患者如此抗拒使用刻摘义齿。在因肌肉老化而聚焦力下降的患者中，上颌刻摘义齿结合下颌 All on 4或 All on 6是完全可以接受的。如果置入8到10颗重置体，患者完全可以终身使用。如果下颌采用氧化高修复体，而上颌使用刻摘义齿，下颌的重置修复体通常不会出现明显问题。那上颌的刻摘义齿会怎样呢？会发生磨耗，上颌树脂仪齿牙会出现明显的咬合磨耗。下颌是氧化锆，而上颌是树脂牙，树脂牙的磨耗会增加2到4倍。5到10年后，只需重新制作上颌刻摘义齿即可。再过5到10年，还可以再次重做。为了防止树脂牙过度磨耗，也可以在咬合面进行金属覆盖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患者可以一生中几乎不会遇到明显的美观或功能问题。如果您有 All on 4或 All on C 的经验，就会知道唇部支持往往不足。唇部支持不足在上颌 All on X 病例中尤为常见。患者常常抱怨口周凹陷或皱纹加深了。如果为了增强唇部支持而加厚氧化锆，修复体的重量会显得增加。这种国中的氧化锆重置修复体可能引发问题，尤其是在上颌 All on X 病例中，额外的负荷会传递到重置体上，造成更大的应力。也就是说，由于重力导致的修复体重量通过基态传递到重置体，在有周围骨组织分散。但当上颌使用刻摘义齿时，咬合负荷分布并不会成为主要问题。几乎没有医生会讨论下颌刻摘义齿或下颌 All on X 的唇部支持问题，对吧？当上颌唇不支持不足时，患者往往会觉得面部显得凹陷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刻摘义吃饭而可能提供更好的唇部支持。以我的经验来看，上颌全口义齿结合下颌 All on X 的病例并未出现明显问题。